你坐啊。哦。放松点，我有这么可怕吗？弄得你这么紧张。您是说专门来找我？我想不出来您找我有什么事儿。我想麻烦你帮我办件事儿。不麻烦。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。刘局长，您的事儿再麻烦我也会帮。不，我一定。你等我把话说完，你判断能不能做到，帮不上没关系。这是近几年本市发生的重大案件的时间，你看一看能不能查到你们拍过的影像资料，事前事后都行，越详细越好，最好是原始材料。我也可以通过正常途径找台里。我考虑，一是繁文缛节，时间拖得很长；二是我不希望这件事情传出去，我再翻查一些旧案。我知道这个工作量很大，也许你们还有规定。我希望在不违法和违反规定的情况下。刘局长，你不用管了，我想办法。我要说清楚，这是为工作，没必要影响你。如果你觉得确实为难，我可以走官方途径。您放心，我不会干违法的事儿，也谈不上有多为难。新闻部都会有自己的素材库，我们做节目也经常需要调用过去的素材。那最好。哦，不要急于案件，只要你们媒体和老百姓认为应该警察管的大事件，比如说暴力拆迁、齐行霸市有关社会稳定。你不用说了，刘局长，我明白，我会把您所有感兴趣的东西都找出来。那我先谢谢你，谢谢你支持我的工作。那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你是想跟我做交换，让我答应接受你的采访？你说。您为什么会来找我？我只是个主持人，很可能帮不上您。首先，你是我唯一认识在电视台工作的人。其次，我亲眼看到过你工作的状态。我相信，一个能穿着高跟鞋、抱着电缆走几公里路都要坚持去现场的主持人，一定是个有社会良知、容不得虚伪交饰、隐瞒真相的真正的新闻人。谢谢刘局长对我的夸奖。我想好了。什么呀？去。真的？不吃白不吃，他能拿我怎么样？俗话说得好，酒肉穿肠过，佛祖留心中。那可得事先说好了，到时候不许你这么没心没肺的。你放心，本人有见识有修养，见过诸多的大场面、大富翁、大官员，一个小小的私营企业主还入不了我的法眼。虽然我没他有钱，但是我绝对不会让他瞧不起我老婆找的男朋友。老婆找男朋友，还著名记者呢，连修辞都不懂，你修不修啊？小点声，让人听见多不好呀！来，干嘛呀？有事儿说。讨厌。
什么跟着？哎，哥们，好，哥，你是不是想要货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怎么这么久了？会不会出事了？要不然打个电话吧。行，听你的，接着等吧。怎么样？升格了？他问我要不要货，那你怎么说的？没回答他。那叫什么上钩了呀？急什么？得绷绷他。做这种买卖，哪有人那么容易上钩？双方得多试探几次。哼，你哼什么？你就跟着学你。好吃。朱谦，你就那么有把握？我一向对自己第六感很自信。我怀疑你的第六感。我觉得那小子不像是玩枪的，倒像是……我觉得呀，他脸色很白，而且没有血色，我觉得他也是吸毒的。会吗？傻了吧？还想帮人家？连人家带什么货都没弄明白。喂，是舒心吗？我是。你是哪位？你不认识我，我是老宋的朋友，哪个老宋？宋世林。你是谁？我说了你也不知道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想约你见个面，好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不能一个人来。行。别答应那么快，你带的人得由我指定。可以。时间、地点。等我电话。你觉得那人靠谱吗？我觉得他能说出宋世林就应该是对的。最坏打算呢，他有可能是宋世林的对头。他以为宋世林跟你说了什么，所以想来试探一下。但是他现在跳出来，对咱们绝对有好处。行啊，小孙。他为什么不让你一个人去？小孙，啊，你觉得呢？没事儿，怎么想的怎么说。我还没想好。他会不会怕你黑他，想找个证人？你真这么想？换谁都会这么想。你旁边站个人，多少都有些顾忌。正是因为他提出这个条件，我反而更踏实。别大意，到时候我跟小孙给你保驾。不用，
这种人很小心，在没有确认没有危险之前，他不会现身。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找几只眼？回去你跟刘局怎么汇报？哎呀，实话实说呗。好歹咱们有个小白脸，我已经把手机号留给小白脸了，估计1、2天之内他会跟我联系。叔哥，你说刘局会不会不认可咱们的思路？认不认可指不对，也没准这小白脸身后啊，真是趟大运。你是安慰我呢，还是真认不下？是啊，其实抓个毒贩也不错，没准还能挖出萝卜带出泥，挖出一个贩毒网络来。有钱就是好啊！这房子多精致啊！以后我要有钱，我就天天来享受生活。干活了。您别介意，我们陈总说呀，还是在室外谈好一点，空气新鲜，而且心情也舒畅。来。我见过你。啊？是吗？你在公司担任什么职务？我呀，哦，我在公司啊负责外联。在日化厂，我看你还带着一帮人。哈，你说那天啊，哎，我们陈总啊，其实是想尽早接收过来，好安排后面的工程。谁知道那老爷子，其实跟他没关系。他是张口闭口说他是主人，明明我们依法办事儿，反倒好像是我们欺负了他一样。他也不想想，这厂子是谁弄倒闭的？其实我们接收过来啊，对原来的工人都有好处，至少退休金是有着落了。您说是不是？这算是你们公司的表态吗？啊，不，我就是那么随便一说，不代表公司啊，不代表。这不是电视台著名的主持人素宁小姐吗？你好。哎呦，久仰！您能亲自来采访我，我真是三生有幸啊！三生有幸，我真是谢天谢地啊！谢天谢地呀！哎呀，终于让别人大家都能听到我的声音了。好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啊，可以啊。啊，这样，素宁小姐，外边空气好。咱们在外边聊。好，行。来，请。我查过资料，
日化厂在5年前的评估价是3亿人民币，而这次拍卖你们只花了1亿8500万就买下了。谁都清楚，这些年地价暴涨了数倍乃至10数倍。以5年前的3个亿为基准，理论上应该升值为10亿以上。为什么这次不但没涨价，却反而贬值为1亿8500万呢？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！你们只看到这个地价涨了，可是你们谁也没有看到这块地皮的背后还有一大堆问题呢。问题？什么问题？你能具体说吗？比如说债务吧。5年前的日化厂没有任何外债，可是这5年，日化厂一直经营不善呢，就连工人的工资和厂里的周转资金，都得靠银行贷款来维持，欠了一大屁股债。对不起。又比如征地补偿、遣散工人、社保，你这不都得花钱吗？5年前日化厂还值点钱，可现在呢，1分都不值，我们还得花大价钱才得进行拆除。哎，真不用我们去赔啊？没事儿，可万一……放心吧，我的脑袋不值钱。一会儿向刘局汇报完以后，我要去找他洪波，问问他那边的情况。你啊，赶紧回医院陪老娘。还有你啊，回家换套衣服，别再撒香水了，熏死我了。Yes, sir。然后咱们在老地方见面，随时电话联系，好吧？哎，小心点啊。嗯。现在是法治的社会，一切都要按法律来。拍卖的底价是法院定的，拍卖会现场也是法官亲自主持的。你总不能没有人举牌就怀疑这里有问题吧？也许那些竞拍者没看好这块地皮呢。我听说当时拍卖会现场禁止媒体进入会场。既然你们认为没什么见不得人的，那为何不许媒体进入会场呢？那我先声明，我是最支持新闻媒体来曝光、来监督的。我能坐在这儿接受您的采访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我这人非常直率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。我们是民营企业，我们既无后台，又无背景，更没有权利。我们这些年不容易啊，我们全是靠自己的打拼挣得现在的这点业绩。我对现在的官商勾结、垄断市场这种行为，我恨得咬牙切齿啊！我巴不得你们来采访，你们来监督他们。我打断一下，陈总，据我们了解，当时拍卖会周围有很多穿黑西装的人，这些人既不是酒店的保安，也不是法院派来的，这不能不让产生一些猜疑。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？你说穿黑西装，这跟电影里边那黑社会似的，那不可能啊！咱们现在是和谐的社会啊，不可能有黑社会，不可能。你意思那些人跟你没有关系？怎么说呢？也不能说不完全没有关系吧。我这人说实话，我现在的人身安全已经受到了威胁。我早就听人说了，要把我拉去坐大牢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那都是蚊子苍蝇，整天在你耳边嗡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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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讨厌透。你说的蚊子和苍蝇是指什么人？咱们还是别说得太明白了吧。哎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那姓陈的太狡猾，说话滴水不漏。哎，是啊，也没指望有什么猛料，回去交叉完事儿。那倒是。那姓陈呐，老说别人像苍蝇，我看他才是苍蝇，老盯着我们嗡嗡。
我认识你这长时间，就这句话最靠谱。哎，老高，请等一下，朱小姐。陈先生要想起什么？哦，是这样，陈总想请你和2位一起吃顿饭。哦，不用了，我们一会儿还得赶回台里呢。就是一起吃个饭，一顿便饭而已嘛。啊，谢谢你的老板，我们一会儿还得赶回台里剪片子呢。那既然这样，这是我们陈总的一点心意，大家都辛苦了。来，拿着，买烟抽吧。这都不好。这钱绝不能拿，否则我们就不是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了。不，没别的意思，这只是点车马费。啊，不用，啊，我们自己有车。谢谢你的老板。来来，拿着。再见。李哥，快起，快！李哥，你看我那酒吧什么时候才能开业啊？小李啊，李哥已经很帮忙了，要是没有李哥啊，你那酒吧就彻底关门了。也不想想你自己惹了什么事儿。哎，是，我也没想到他们下手会那么狠。不在那些打架的人，关键是你撒谎被我们新来的刘局抓了个现行，搞得我们李哥多没面子。给李哥添麻烦了。李哥的牌就是好啊！这回我可不收了啊！那哪行？愿赌服输，是不是啊，李哥？对，愿赌服输，愿赌服输。我们这还不是得讲赌德嘛，是吧？有这事儿啊？你看怎么办？我去看看吧。哎，王长，李哥，你写个报告送上来，我给你签字。这次就这么办了，以后做事小心一点，不要给我弄那些擦屁股的事情啊！哎，李哥，一起吃个饭，吃个饭。李哥再玩一会儿嘛。不了，啊！那凤玲啊，我听说你去接受采访了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哎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。别那么小心眼嘛！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赶去见彤彤。前2天我俩正闹点小别扭，你过去不常说女人是靠哄的吗？骆小天，你知道刚才我去采访谁吗？谁啊？就是那天在日化厂要拿刀砍你的那帮人，里头的那个人叫马兵。你去采访黑社会都敢接受电视台采访？这年头有什么事儿不敢啊？他们主动找到电视台，指名道姓要我去采访他们老板陈亮。陈亮？你是说拍下日化厂那块地的是陈亮？你不知道吗？陈亮都说什么了？一堆套话。早知道我跟你一块儿去采访了，我早就想见见这个陈亮。我警告你，莫小天，这2天你挂了我2次电话，要是再有第3次，你就是管我叫妈都没用。妈，妈，妈。对不起，先生，请出示证件。跟他一起的证件。别
耍心眼啊，赶紧登记去吧。登记完来机房找我。是你。小白脸。袁斌和孙强怀疑他是贩毒的，但我坚持自己的判断。理由呢？刘局，您看我是像吸毒的吗？毒贩会盯上我这样的体质的人吗？难说。我曾经破获一个贩毒的团伙案，这个团伙的老大给自己的手下制定了一条规矩：不许沾毒品，否则大卸8块。我抓住他之后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贩毒不让手下吸毒呢？”他说：“吸毒的人靠不住，特别是在毒瘾犯的时候。”那您的意思？哦，我不是说你的判断有问题，但毕竟你离开警队5年了。虽然你从没放弃，但你日常的关注和亲身的实践有一定的距离，明白吗？石头吗？接吧。喂，是我。我知道。1小时以后，在你和老宋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喂。我听着呢。你要带的人呢？你别管了。刘局，我得马上出去一趟。去吧。约的是你，还有你。服务员。我这人说实话。我现在的人身安全已经受到了威胁，我早就听人说要把我拉去坐大牢。停停停，倒回去。停，从这儿开始放。我现在的人身安全已经受到了威胁，我早就听人说要把我拉去坐大牢。停，什么意思？进来吧。不用说，你们也猜到了，我是在给谁上香。老宋和我是结拜兄弟，曾经我差点丢了性命，是老宋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冯源，别故弄玄虚。你今天把我们2个人都喊来，你想干什么？叔队，我们2个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是从老宋的嘴里，我早就认识你了。约你去的那个地方，就是想告诉你，
我不是冒牌货。那个地方，你还记得吗，刘队？你可能心里在骂我，因为在滨江警察里，只有你认识我。即便是舒队，你的好朋友，你从来都没有对他说起过。今天把二位请来，都是替老宋完成一个心愿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人身受到威胁？什么有人要抓他坐牢？你们是不是漏拍镜头了？老高一直开着机，时间码都在啊。我当时也奇怪他怎么突然就转移话题了，可我是顺着他的话往下问，他又不肯说了。奇怪。小千，你到底想找什么？你们两个过来。别动，先听我说完。洪波，先听他说。二位坐。说老实话，对媒体或公众人员，这是一场胜利；但是，对于公安来讲，是一个耻辱啊！舒心，要不是那个时候你父亲还在位的话，你肯定就没得做。冯远，听他先说完。你很沉着，那么年轻就当上了重案队长，也难怪老宋看中你啊。我没有讽刺的意思啊，我只是想验证一下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是否还在意？别绕弯子，直接说青龙。老宋让我转告你们，他就是青龙。为什么要告诉我？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他不想让你恨他一辈子。这不是他的风格。没有人愿意埋在地下还被人骂。2个月前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打电话的人叫刘平，我不认识他。他说，他冒着生命危险给我打这个电话，因为他随时可能会没命。现人说话真是一个个语不惊人死不休哈。我问他什么事儿，他说他被人陷害，欠了很多钱，债主正追杀他。我问他欠多少钱，他说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欠这么多钱，6000万。多少？我当时的反应跟你是一样的，6000万是个什么概念？你别扯那么远，往下说。我说我不信。他说你迟早会相信。他把他的名字、家庭住址、公司名称通通告诉我了。他说你是记者，你可以去查呀。我问他你为什么欠这么多钱？他说一个叫陈亮的朋友骗他去澳门赌博。然后呢？没然后，电话挂了。你去哪儿？找主任。找他干嘛？你甭管那么多，到时候你就顺着我说。几楼？23。你是从刘平的嘴里听到陈亮的名字，所以才……当时我没在意，每天找我的人多了，也是阴差阳错。2天后我采访，正好路过刘平说的那个小区。
当我敲开他家门的那一刻，我的脑袋嗡的一下。出事了。刘平死了，他家的客厅变成了个灵堂。奇怪的是，我问刘平妻子，她丈夫是不是被人害死的？结果她怎么也不肯承认，一口咬定是意外。所以你就开始调查陈亮。调查结果，刘平说的每句话都是真话。刘琦显然受到了恐吓，于是，我决定再次上门。当我再去的时候，那栋别墅已经换了主人。我得承认，你们警方的效率高啊！你看看，用媒体吹捧你们的话说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一只小麻雀，也休想从这张大网中飞出去。风远，你说结果，别老捯饬那张报纸。你应该学学舒心，他比你沉得住气。哎呀，几十个兄弟啊，一夜之间，死的死，伤的伤。罗圈也够狠的，使的全部是阴招。所以黑道上都说他才是真正的黑老大。多亏老宋熟悉你，才使王群躲过了第一劫，但是最终还是被你们逮到了。有句成语说得好啊，叫做百密一疏，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学的。你自以为这张网编得密不透风，却忘了这张网是人编的，并非跟所有人一样。比如他，手机哪来的？是我的手机。刘队，如果我们各自把身份都去掉的话，两个你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对不起二位，我只是完成一个朋友的托付。至于你们警察的事情，我没兴趣。你要去调查日化厂的拍卖黑幕？准确的说，应该是调查陈亮。参加拍卖会的几家公司都比他有实力，而且有2家还是国有大企业。怎么别人拿不到那块地，偏偏是实力最弱的陈亮得到那块地呢？价钱还离奇的低。这是个好题材，我相信也一定会成为新闻热点。首先，这是个蚂蚁吞大象的故事；其次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别看日化厂倒闭了，可光那块地的价值就比陈亮公司注册的资金高出10几倍。你查过？不用查，工商局企业登记网上都有。再其次，好了好了，苏宁，你不用说服我，这事儿你说了不算，我说了也不算，得请示台长。我知道，但首先你得先有表态。我没法表态呀，这背后牵扯到法院，台里现在和外面还有2个官司正在打着。这个时候你去调查法院勾结奸商的黑幕，我没说他是奸商，也没说查法院。我想跟苏宁单独说几句话。主任，您太客气了。舒宁，我走了啊，咱们电话联系。你先别走，主任。主任是领导，咱们得听领导的，对吧？他为什么要自己揭开这个谜底？命啊！什么？这是命，是他说的，命中如此，抗拒也没有用的。把话说清楚。老宋知道你重新调回刑警队工作，很紧张。
他说你会一直盯着他，直到他不想被你送进监狱。他知道，在监狱里面，很多人在等着他。如果他一旦进了监狱，他会死得比在外面还要快，还要难受。他宁愿像现在这样，至少还可以落个全尸。微笑看生死一线，站在了命运中间，只会让真相渐渐浮出水面。不管正邪在南边，相信天也有法眼，乌云永远遮不住晴天。心记在心间，枪林弹雨中唯不远，想起情人牵挂的脸，生气凝在眉间，责任扛在双肩，就让我把我交给黑夜，让黎明变得不再遥远。熬过冰冷的昨天，置身于是非面前，只等待春暖花开的那一天。尽管说生命有限，但爱没有临界点。喋血汉字，但柔情不变。安慰抛在脑边，爱情记在心间，枪林弹雨中唯不远，想起情人牵挂的脸，生气凝在眉间，责任扛在双肩，就让我把我交给黑夜，让黎明变得不再遥远，让黎明变得不再遥远。